紧张的气氛与恐慌在8位圣魔尊的心中蔓延，他们的眼神四处闪烁，似乎在寻找逃脱的可能。然而，横绝以横扫八方的姿态，如同无形的牢笼，紧紧包围着他们，让他们无处可逃，只能抵御横绝之法的八方威力。就在8位圣魔尊都不解时，萧炎的嘴角露出一抹笑意，道：“你们的智商好像并不高，我刚刚既然能够领悟纵绝的天之道法，我自然对横绝的地之道法同样领悟。”此话一出，8位圣魔尊的呼吸都开始紊乱了一下，他们似是没有听错吧？又领悟了一个道法，刚刚才领悟天之道法，现在又领悟地之道法，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因为地之道法与天之道法一样，都不属于万千之道中的任何一种大道，都是独立的道法。在萧炎与刚刚9位圣魔尊的对战中，萧炎也不断的在理解悟道纵横诀的那句秘诀之根本：横剑攻于技，以求其利，是为百；纵剑攻于势，以求其实，是为和。横剑剑法专攻技巧和招式，以求得剑法的攻击和锋利，这叫百；纵剑剑法专攻气势和局势，追求致命一击的机会，这叫和。所以在萧炎悟到了这秘诀之根本后，才得以明白了其中的玄奥，借此施展出了天之道法和地之道法。这两个道法的威力则是无穷无尽，只要给施展者足够的天地，都能够引动这天地道法，从而获得更强大的力量，扭转局势。所以这一次萧炎施展出来的横贯八方中，就引动了大地的道法。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了陆地，因为这方世界的大陆早已经被黑海吞噬殆尽，怎么可能会有大地的道法力量？一位圣魔尊的声音压得极低沉声道：“愚蠢！只要这方世界不灭，即便大地被这里的黑海吞噬，但是大地依旧存在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世界规则，有世界就有天地之分。”所以萧炎站立在巍峨无尽的黑海上空，话音道：“这刻意停住，因为他要将答案以绝对的力量告知对方。”突然间，萧炎手中的神火横骨尺光芒大盛，一股玄妙的力量从尺中爆发，宛若觉醒的龙腾般冲天而起，而黑色的道之雾气自黑海的地底深处涌出，宛如一只无形的手冲向神火横骨尺中，引得四周的空间都开始扭曲颤动。随着这些黑色道之雾气不断地冲入神火横骨尺中，森火横骨尺上的黑色雾气越加浓郁起来，那股玄妙的道之气息也愈发强烈，仿佛要将整个无尽的大地的力量都纳入横骨尺中，使得萧炎施展出来的每一道力量都变得更加强悍如斯。2位神殿殿主和115苏佑威等众人看的是目瞪口呆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那无尽的大地之力，强悍而霸道。萧炎弟弟，这是又悟到了一个独立的道法，那黑色的雾气就是来自大道之力的力量吗？小龙与寒等人面色大变，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震撼和不敢置信。没错，这是地之道法，这就是萧炎小兄弟的恐怖之处，能够在与对方的交战中不停地领悟他自己所修炼的纵横诀功法，而这纵横诀功法便是引动天地道法的钥匙，没有这等钥匙的话，那么谁也无法领悟这天地之道法，而他现在已经做到了。身为应龙神族的大龙尊主非常满意的点点头。从萧炎对战9位圣魔尊开始，他就一直关注着萧炎每一次施展纵横诀时所带来的玄奥。只是让他更没想到的是，萧炎居然在这短短时间内悟到了纵横诀之根本。换句话说，纵横诀本身就是道，就是这独有存在的天地之道。远处的8位圣魔尊面露凶相，眼含怒火，他们深知自己已经无法与萧炎匹敌，纷纷催动秘法，欲要逃离时。然而萧炎的声音如同雷霆滚滚，响彻在他们的耳边：“你们一个都走不了。”他的声音中蕴含着无尽的大地之力，沉重无比。随着话音落下，一股无形的波动荡漾开来，那8位圣魔尊只感觉大地之力如同潮水般朝着他们涌来，根本无处可逃。下一刻，萧炎挥舞出横贯八方，带着浩瀚磅礴的大道之力，化为8道光华横贯长空，如同天际划过的超级流星，璀璨而致命。8尊圣魔大法像在这一击之下，虽然抵挡住了一瞬间，然而很快就被横扫击穿，圣魔大法相瞬间破碎，如同玻璃般裂开，而其中的圣魔尊们的身躯也被萧炎的这一道攻击击中，身体被洞穿，鲜血四溅。啊！一道道惨叫声中，圣魔尊们的身影如断线风筝般跌落，重重地砸向黑海，激起滔天巨浪。黑海之上，波涛翻滚，海水被染上一层血红。8位圣魔尊在海水中挣扎，每一次起伏都伴随着痛苦的呻吟，他们的伤势之重已无力再战，而身躯直接往下沉去。萧炎站在远处，目光如炬，他并未追击，只是冷漠地看着这一幕，因为被自己的地之道法击中，怕是已经活不了多久了。即便现在留有一口气，但也坚持不了多久。9位圣魔尊的失败就如同尘埃落定，已无法改变他们不敌萧炎的下场。9位圣魔尊们的身影在黑海中消失，只留下海面上一圈又一圈扩散开来的涟漪，证明了刚刚发生的一切并非幻觉。
终于解决了这些魔物。萧炎收起手中的神火横骨尺，然后看向不远处的众人，脸上带着一丝微笑。盘龙夭夭等人立马朝着萧炎所在的方向急速掠来。萧炎兄弟，你真的将击败了9位圣魔尊，而且你又领悟了2个道法，真的不可思议啊！盘龙前辈，小辈也只是侥幸罢了。其实刚刚我也没有充足的把握，不过好在我与他们交手中，逐渐对纵横诀的玄奥有所领悟，这才施展出天之道法和地之道法将对方击败。要不然想要击败他们，恐怕并非那么容易。萧炎谦虚的一笑，但是他说的也没有错，如果不是他领悟纵横诀的道法，还真的不会那么轻易将对方重创。要知道，对方可都是至少大道主神后期的级别存在，所以这一次也是赌上一赌，没想到还真的赌对了。哈哈哈，这如果都是侥幸的话，那我们这些应龙神灵们又算什么呢？大龙尊主大笑了起来，然后继续道：要知道，你刚刚所领悟的可不是万千之道中的道法，你所领悟的天地道法可是独有的存在，即便是我都无法领悟天地道法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道法。放眼整个大宙，能够领悟出天地道法的不出3人，而你就是其中之一。萧炎和众人听闻，都带着惊讶的表情看了看大龙尊主。领悟天地道法的整个大宙中都不出3人，不会吧？就算是萧炎都有些难以相信这是真的。而大龙尊主的脸上带着一丝惆怅之色，似乎他知道天地道法的由来。难道大龙尊主前辈知道天地道法的起源？萧炎并不傻，而且从对方的口中得知，似乎他对天地道法的领悟者有所了解，再结合刚刚那些圣魔尊都觉得萧炎施展的天地道法有些熟悉感，这就说明他们应该都见识过天地道法的威力，只是他们为什么会想不起来呢？此事说来话长，等日后有时间了，我就将天地道法所知的信息告诉你。现在最为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立刻赶往世界深处，阻止沉睡魔神的苏醒。大龙尊主的话语如同暮鼓晨钟，震荡在众人的心间，他们的神情顿时有恍然过来，差点把最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。不过在听到接下来所要面对的乃是万魔之神的恐怖存在，众人的脸色再次凝重起来。他们深知即将面临的挑战非同小可，容不得半分懈怠。对方可是在天古纪元时期硬干7大神族长的存在，如此的力量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绝对的把握。但是他们也不想放弃这样的机会，如果一旦沉睡的魔神苏醒，那么在神藏中的所有神灵大能怕都不是魔神的对手了。萧炎手腕一翻，一枚晶莹剔透、散发着淡淡光芒的神丹出现在掌心之中。这枚神丹蕴含着浩瀚的能量，仿若一片星河凝结其中。萧炎毫不犹豫地将神丹投入口中，只觉一股暖流自腹中涌起，迅速向4肢百骸扩散开来。他的眼神变得更加深邃，仿佛能洞察一切的天地之变。魔神，你想要苏醒，那么就要问一问我萧炎答不答应了。刚刚的丹药服下后，很明显的让萧炎的神力有所恢复了很多，其身上的气息散发也达到了非常恐怖的层次。距离世界中心应该还有20-30万里左右，我们加速前进，应该很快就能够抵达。双龙尊主的目光透过虚空，直视着那深不可测的世界深渊中，仿佛看到了世界中心的氛围变得异常肃杀，即使是空气中都弥漫着紧张与诡异的气息。而下方的黑海也在此刻开始翻滚咆哮，波涛汹涌，仿佛要将所有的一切都吞噬殆尽。走吧！在双龙尊主的号令之下，空间震荡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之颤动。萧炎与众人纷纷凝聚神魂之力，形成了一个个光球围绕在身周，光芒闪耀中流露出一丝紧张的气息。他们的目光如炬，警惕地扫视着四周，似乎随时都准备应对从暗处涌来的未知威胁。应龙神灵们则是化为本体，以巨大的身影在众人的前方若隐若现，他们的应龙鳞片折射出幽幽的光芒，如同古老传说中的守护兽，散发着威严而神秘的力量。萧炎、盘龙等神元宫众人紧随应龙神灵们的步伐，他们的身形在虚空中快速穿梭，速度之快，只能看到一道道留下空间扭曲的残影。